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然说中文，我是阿杰。大家好，我是小安。小安，你今天看起来精神不太好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经历了一场社交灾难，我现在心跳还很快呢。社交灾难？你做什么了？难道你把咖啡洒在老板身上了？比那个还可怕。我本来想给我老公马克发一个搞笑的表情包。然后呢？这个表情包很尴尬吗？表情包是一个在跳舞的胖猫，下面写着我不想上班。哈哈，那很可爱啊。这算什么灾难？问题是我没有发给我老公，我发到了我们公司200人的大群里，而且我们老板也在里面。哇，那可真是太刺激了。你撤回了吗？当然，我1秒钟就撤回了，但是肯定已经有人看到了，我今天都不敢去公司了。哈哈，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这种在群聊里发错消息的尴尬，恐怕每个人都经历过。是啊，现在的社交软件太方便了，但也带来了很多新的烦恼。这正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没错，这是一期为汉语水平考试3级和4级学习者准备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并且点赞支持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代人的群聊礼仪，或者说是我们在群聊里的各种生存法则。听完这期节目，你就能学会如何用中文优雅地在各种群聊里生存了。说到群聊，我最怕的一种消息就是长语音，尤其是那种连着发好几条60秒语音的人。哎呀，你也是这样觉得吗？我有时候看到屏幕上一大排红色的语音消息，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对啊，发语音的人自己是很方便，他们只需要按住按钮，一直说就行了。但是听语音的人就很痛苦了。如果我正好在开会，或者在吵闹的地铁上，我根本没办法听。没错，而且如果你听到第30秒的时候突然没听清，你还得从头再听一遍。真是太折磨人了。虽然现在很多软件可以把语音转换成文字，但有时候转换出来的文字很奇怪。是的，特别是有口音的时候，转换出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闹了很多笑话。有一次，我朋友把我在外面转换成了我在买面，结果她男朋友真的去面馆找她了。哈哈，这就是语音转换的风险。所以现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尽量不要在群里发长语音，除非是非常紧急的情况，或者你正在开车，不方便打字。或者是在只有家人的群里，长辈们确实比较喜欢发语音，因为对他们来说，打字可能比较慢。对，我完全理解长辈发语音，我妈妈就特别喜欢在家庭群里发一连串的语音。但是如果是年轻人，尤其是工作中的同事，发长语音真的很让人抓狂。我有个朋友，他每次找我聊天，开口第一句就是一条语音：你在忙吗？天哪，为了听这3个字，你还得专门找个安静的地方，把手机放在耳边。就是啊，其实他完全可以打字发给我，所以我宁可花5分钟打字，也不想发一条语音让别人觉得麻烦。这个习惯很好，我们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发文字是对别人时间的尊重。没错，如果我们能多用文字沟通，大家的焦虑就会少很多。
说到工作，你在你们公司的群里，除了不能发长语音，还有什么必须遵守的规则吗？工作群里的规则可就更多了，那简直是一门复杂的学问。那我们赶紧进入下一部分，聊聊工作群里的潜规则。在工作群里，最大的潜规则就是，老板发了通知，你必须回复。我知道，是不是必须要回复收到这2个字？没错，就是收到，而且你要动作快，不能做最后一个回复的人。为什么？最后一个回复的人会有什么麻烦吗？老板可能会觉得你没有认真工作，或者你没有在看手机。有时候，大家为了抢着回复收到，甚至会刷屏。刷屏，就是屏幕上瞬间全都是这2个字。对，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通知，下面跟着50个收到，重要的信息都被淹没了。那可以发一个表情包代替吗？比如一个很可爱的同意或者大拇指。千万不要，在正式的工作群里，最好不要发表情包，尤其是那种搞笑的动画。为什么？表情包不是能让气氛变得轻松一点吗？因为表情包显得不够专业，老板喜欢看到整齐的文字，这样显得大家很有纪律。所以你昨天不小心把那个跳舞的胖猫发到群里，才会觉得是社交灾难。对啊，那个群平时大家连个笑脸符号都不敢发，我居然发了一个不想上班的搞笑图片。不过，如果不是老板发通知，只是同事之间讨论工作，气氛应该没那么紧张吧？那要看情况，有些人在工作群里特别喜欢长篇大论，发很长的文字，这也让人很头疼。是的，如果事情很复杂，为什么不直接打个电话呢？或者开个简短的会议？还有一种情况很尴尬，就是有2个同事在几百人的大群里，为了一个很小的细节吵起来了。哇，那其他几百个人就在旁边看热闹吗？这也太尴尬了。没错，这种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潜水。所以在工作群里，要么赶紧回复收到，要么就安静的潜水。总结得很到位，但有时候有些群已经完全没有用了，比如去年的一个项目群，这时候我们就面临另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直接退群不就行了吗？直接退群？阿杰，你太天真了。退群也是一门艺术，你不能随便乱退。为什么？如果那个群里已经半年没人说话了，我留在那里有什么意义？意义在于人情世故。如果你突然退群了，系统会显示一条消息：阿杰退出了群聊。那又怎样？别人可能根本就不在意。万一建这个群的人看到了呢？他可能会想，阿杰为什么退群？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哇，你们的心思也太复杂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想的，那手机里的群不是会越来越多吗？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优雅的退群。第一种方法，也是最体面的方法，就是发一个红包。退个群还要花钱，这是什么规矩？在红包上写一句客气的话，比如感谢大家的照顾，项目结束了，我先退群了。我明白了，大家抢完红包，开开心心，你再退出。没错，这个方法听起来很不错，非常优雅，而且大家都会觉得你很有礼貌，不会有任何意见。可是，如果我有100个没用的群，我都要发红包的话，那我就破产了。所以还有第二种方法，适合那种几百人的闲聊群，
就是挑一个大半夜的时候悄悄退群。为什么要等到半夜？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吗？对啊，因为半夜没人看手机，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家开始聊天，你的那条退出的消息很快就会被新的消息淹没了。这简直像间谍电影里的情节。为了退个群，居然还要选个良辰吉日，而且要在夜里行动。没办法，有些群如果你不退，每天各种无聊的消息一直在响，真的很烦，而且占用了手机的内存。我懂了，所以我们要么用金钱解决问题，要么就像忍者一样在深夜逃跑。总结得很精辟。其实有时候即使我们没有退群，也会采取一种防御措施，就是把它静音。没错，手机里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的注意力。是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消息免打扰和信息焦虑。我在我的微信里数了一下，我大概有70多个群。哇，70多个！那如果你的手机不静音，是不是每天都在震动？当然，所以为了我的心理健康，我把其中65个群都设置了消息免打扰。消息免打扰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如果群里有人发消息，手机不会响，也不会震动。但是你会看到那个群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红点，那个红点有时候会让人很焦虑。强迫症患者看到红点就一定要点开，对吧？我老公就是这样，看到红点就觉得难受。没错，而且就算我把通知关了，我也会担心，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万一他们在聊一些八卦呢？这就是典型的错失恐惧症。你总觉得别人都在热闹的聊天，而你被抛弃了。是的，所以哪怕我已经开启了免打扰，我还是会每隔半个小时就忍不住去检查一下手机。结果你点开一看，发现大家只是在发一些无聊的表情包，或者几百条收到。然后我就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看这些，我感觉自己被手机控制了。其实很多时候，如果真的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别人肯定会打电话给你，或者直接艾特你。艾特你就是在群里特别提醒你，你的手机还是会响，对吧？没错，所以如果真的有急事，别人一定会让你知道的。你不需要时刻盯着屏幕。你说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放下手机，不要让群聊影响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的，我们可以设定一个专门的时间来处理群聊消息，比如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下次有人再发60秒的长语音给我，我就当作没看见。哈哈，你确定你敢不回复你老板的长语音吗？老板的语音，我宁可听10遍，也不敢不回复啊。生活真是太难了。看来你还是很懂群聊生存法则的。说了这么多关于群聊的规矩和烦恼，其实有2个表达方式特别好用，能让你的中文听起来更自然。第一个是宁可也不，这个句子用来表达你愿意做一件不那么舒服的事，来避免另一件让你更讨厌的事。比如刚才阿杰说，我宁可花5分钟打字，也不想发一条语音让别人觉得麻烦。再比如，当你很讨厌坐拥挤的地铁时，你可以说，我宁可走路回家，也不想去挤地铁。第2个表达是哪怕也，这个用来表示即使在一个极端的或者困难的条件下，结果也不会改变，就像英文里的退让关系。对，
比如我刚才说的，因为我有信息焦虑，所以哪怕我已经开启了免打扰，我还是会每隔半个小时就去检查一下手机。或者，当你想表达你一定要完成一个目标时，你可以说，哪怕明天下大雨，我也要去爬山。学会了这些好用的表达，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聊天中用到的几个重点词。没错，进入我们的词汇角。第一个词，刷屏。刷代表洗刷或者涂抹，屏代表屏幕，刷屏，刷屏。刷屏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或者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送大量的信息，导致别人的屏幕上全都是这些信息。没错，就好像用刷子把屏幕重新涂了一遍一样。比如在直播的时候，粉丝会用礼物刷屏，或者在工作群里，大家为了回复收到，导致了刷屏。我们都不喜欢被刷屏，因为这样很容易漏掉重要的信息。第二个词是潜水。第二个词，潜水。潜代表隐藏或者在水下，水代表水，潜水，潜水。潜水原本是一项体育运动，就是带着氧气瓶去海底，但是在互联网上，它的意思是在一个群聊或者论坛里，你只是默默地看别人聊天，自己从来不说话。就像一个人躲在水下，只有眼睛露在外面看。比如你可以说，这个群有200人，但大部分人都在潜水，真正聊天的只有几个人。没错，其实我也是个重度的潜水爱好者。最后一个词是撤回。第三个词，撤回。撤代表收回或者退回，回代表回来，撤回，撤回。当你在聊天软件上发错了一条消息，你可以在限定的时间内，比如2分钟内，把这条消息收回来，不让别人看到。这个动作就叫撤回。就像我昨天不小心发给老板那个搞笑表情包，幸好我反应快，马上就撤回了。虽然你撤回了，但是系统会显示一条提示，小安撤回了一条消息，这就更让人好奇你到底发了什么了。哈哈，那确实是。好啦，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学到一些群聊里的生存技巧，避免出现尴尬的情况。今天的课后作业是，你有多少个群聊？在这些群聊里，你是喜欢潜水还是喜欢积极发言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也请大家不要忘记去我们的网站下载每一期的完整中文词汇表和例句。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并订阅频道。我们下期再见。下期见。